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邻国正快速向我们输出影视，国内却忙着抵制肖战，这场闹剧何时结束？2020年的娱乐圈真是怪象百出，最火爆的明星竟然是几个月不营业的肖战。更怪的是，粉丝要想了解他的信息，还必须得从黑粉那儿获得。对于一太来说，现在除了写文案、做视频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去表达对肖战的想念。关于他，一太做了太多次，每次落笔都侃侃而谈。这次写什么呢？我们就先来说说他的演技。对比肖战的那几部剧，有没有发现巨抛脸这个词儿在他身上莫名契合？即使那些角色有共同之处，你也不会在一部剧的角色里找到其他剧人士的影子。王爷不会看成魏无羡，严冰云也不会看成张小凡。如果考古过肖战的人，应该都能看得出来，方泽天因为对母亲的孝心，所以一直痛苦地做着一个伪装的狮子座，每天都心有不安。后来被揭穿真相后，他并没有灰心失望，反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价值。张小凡一心向善，从来没有想过争霸天下，但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。但是即使被迫入魔，却没有泯灭人性，骨子里依旧是那个心存善念的憨憨的傻小子。严冰云性格冷漠，不喜与人相交，是一个眼里只有大庆的爱国机器人。在国家和真爱面前，他毅然选择了前者，即使已经动心了，也狠心的逼自己去放弃。北唐漠然执掌国家的最重要的兵权，在黄道国的呼声极高，也深受下属爱戴。可是他却甘心等着北唐一成长，等着他能独立把黄道国交还给他，为国为民，实在大义。魏无羡不管是之前那个白衣县县，还是后来的夷陵老祖，他都始终记着他的誓言，惩恶扬善，匡扶正义。所以后来他被百家集火，却无悔之前的行为，只是为了无愧于心。即使是还没有播出的《狼殿下》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看了小说的人，一太也会第一时间有这样的感觉。小说里吉冲、顾魏身上的某些特质跟肖战好像啊。吉冲虽然从小性格不受拘束，像一阵无羁的风，但是害怕身边的人被自己连累，所以只要身边人因他受罚，他就会刻苦的读书练功。顾魏对病人流露出的那种温柔，那些不经意的小表情、小动作，特别是笑起来的样子，跟视频里的肖战真的很相似。肖老师，你这可真是啥事儿都不能细品，一品就沦陷啊！从27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，虽然肖战已经拿起法律武器维权，但是负面的声音从未彻底消停过。相比国内的抵制，肖战的影视剧在国外播出后好评不断，热搜不断。近日更是仅凭借一张商务代言的图片登上了韩国热搜榜第8名，手捧玫瑰花，一张精致帅气的脸在玫瑰花的映衬下更显得阳光帅气。在国内受到抵制，国外却上热搜，一张代言品牌的广告都能在国外热搜，这样有影响力的人，恐怕娱乐圈没有第2个人可以达到。要不要进军韩国，可以考虑下了。从27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，肖战看似被迫暂停营业了，但是支持他的人却一直有增无减。一个老奶奶在留言板上认真地写下鼓励肖战的话，让他随心所欲，不必在意世间黑白颠倒。一位老爷爷亲笔写下安慰之言，以表明自己的态度。肖战，你要坚定、肯定、相信自己，不用讲以前和未来，只要过好今天，不活在别人嘴里，也不活在别人眼里。半月谈更是直接点出了黑公关的秘密，这种擅长操控舆论、绑架民意的职业化黑手，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制造假舆情，绑架真民意，达到抹黑竞争对手、抹黑名人及特定群体的目的，以替雇佣者占据竞争优势，实现商业获利。可悲的是，半月谈这样的官媒屡次发文后，反而遭到了大量攻击，反对网暴者也切身经历了一次网暴。如果将所有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，无限地放大他的言论和所作所为，多多少少都能找出他的错处。可肖战活成了一个例外，历时5个月，从出道前的大学生活到刚出道时的选秀转折，再到踏进荧幕后的肖战，跟他合作过的人不计其数，却始终不见一人出来爆料。他们努力这么久，却始终抓不到实质性的错误。于是他们改变战略，将目光放在肖战的粉丝和肖战的猫身上。肖战粉丝基数如此庞大，要找出1-2句不当言论，自是易如反掌。
接着便将这几句言论大肆渲染，如果实在找不到也不要紧，还有第二招，强行将不当言论发言人归结于肖战粉丝，反正无人能证明网络背后的那个人究竟是谁。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大的悖论，当你要证明一个人有错时，你应该拿出十足的证据，证明对方的确是错的，而不是假定对方有错，让对方拿出自己无罪的证据。简单来说，如果要证明肖战有错，应该直接甩出他犯错的证据，而不是不停地催促他自证清白。如果要证明肖战粉丝有错，也同样需要给出直接证据，证明对方的确是肖战粉丝，而不是让对方来证伪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如果有人指责你与他人有染，应该是拿出铁证方可说出这种话，而不是说我怀疑你与隔壁老王有染，请你自证清白。娱乐圈向来如此，某部剧成为爆款时，相应的主角会短暂的成为讨论度最高的人，但是3-5个月过后，剧的热度下去，演员的热度自然也会下降。哪有什么常青树，大部分追星女孩也是短暂的爱一下那个演员罢了。追一部剧换一个老公，那是再正常不过，可是肖战却再次成为了例外。陈情令已经播出1年了，曾经的夏日限定硬生生的被逼成了来日方长，大家守护着肖战，也守护着自己的三观。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提问，你为什么要支持肖战？网友回答，如果肖战被打倒，我会恨这个世界。很多大龄妈妈粉脱颖而出，他们本不追星不打榜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本不参与娱乐圈这些事儿。但是27事件伤害了孩子的心智。当一个学生能在课堂上喊出肖战壁虎的口号时，这意味着祖国的花朵们真的受到了荼毒。这时候如果无人站出来，如果所有人选择隔岸观火，那么最终受害的就不再是娱乐圈的明星而已了，而是我们的三观，我们的世界。我听过肖战粉丝说出的最狠毒的诅咒便是，如果谁不听话跟黑粉纠缠，谁就嫁给27。这里面有多少心酸，又有多少善良。两个妈妈争孩子，最先放手的一定是亲生母亲，因为她怕孩子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，因为心里有了软肋，所以才会有所顾忌，才会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在口水战争，这么多人支持肖战，却永远处于下风，因为这场战役从来就是不公平的。真正在意肖战的人不敢加入战争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处处黑的假象，我们看到了满屏的诋毁，却无人去反驳。恨人有笑人无成为了某些人的心理常态，如果众人都是这种心态，则危矣。大半年了，这种闹剧一直持续至今，也该结束了。为何不把精力放在加强国产影视行业的质量和成长上，非得逮着一个本身没有过错的艺人身上？今年也是影视业的寒冬，在资本退出潮和环境的双重打击下，影视行业雪上加霜。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本该抱团共度难关的影视业却内斗得愈加严重。在肖战被抵制的问题上，很多人是因为盲目的跟从，但是你想想，真的毁了他就能让这个行业好起来吗？我觉得不可能。就算没了肖战，还有李战、王战，达到一个正能量艺人，再去培植一些负能量艺人吗？肖战的爆红是有目共睹的，也是他受打压最主要的原因。近几年中国影视行业正在慢慢的成长，也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其中努力。比如说吴京的《战狼》，他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付出了很多，正是有了这些为之付出的人，才让国产剧口碑逐渐好转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近几年就连落后我们的邻国印度，它的电影也在常年向我们输出，其中不少评分还很高。反观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斗，让所有人都噤如寒蝉。仅仅是因为粉丝的问题，就要把一个优秀的演员和正能量的艺人给否决掉。如果长此恶性竞争下去，到时候别说进军国际市场，最后的结果自己脑补一下咯。肖战一个热爱公益的艺人，并且本身从来没有过黄赌毒，就因为粉丝举报违法行为被抵制长达5个月之久，这场闹剧真的该结束了。站上顶峰的人从来不曾惧怕从头再来。江湖再见，肖先生一定不是那个被世人不解的魏无羡，而是一个温柔幸福的顾医生。最后期待行业能真正的良性竞争，抱团让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国外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